Money Money Hom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及网赚项目相关技术，每个项目都是经过我自己测试过的，确保真实可靠。本集分享如何免费注册谷歌云，实现找到高性能的 VPS。我们有了高性能大宽带的 VPS， 就能搭建稳定且高效的梯子，这也是实现网赚项目的第一步。本集采用一镜到底的方式录制，希望通过手把手的方式帮助到更多的小伙伴们。强烈建议不要快进，有些地方可能需要你暂停，细心观察。再次重申，我分享的只是网赚技术实现的方式，希望通过我的视频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并不对最终结果负责。如果你希望马上并且100%能赚到钱，你可以关闭视频了。如果你还没有关闭视频，说明你对今天的分享内容很感兴趣，那就请你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请记得一定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为什么我认为谷歌云是 VPS 选择的首选？这里我们要平心而论的讲，谷歌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所以谷歌云在所有的这个 VPS 厂商当中，它应该是数据中心遍布全球最多的一个国家，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中国大陆以外。那第二个来说的话，是整个谷歌的服务中心，它的 VPS 的性能到今天为止，因为它本身就是做搜索的，所以它需要高并发和这种大运算量的服务器。那加上它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积累，所以到今天它的这个数据中心，它的谷歌云仍然保持的是说全球，我认为的当然也有亚马逊云或者是甲骨文云或者微软云，那我认为的应该是网速是最快的，而且是最稳定的一个厂商。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它的免费计划，除了说你需要90天可能要去注册一次，其他的它应该说是最良心的。比如说你每注册一次以后，你可能可以得到$300，当然这个$300是90天以内你必须要花完的，然后你可以再用另外一个信用卡，或者是说用同一张信用卡再重新申请一个谷歌云账号，同时呢可以把它绑定到你现有的这个谷歌云账号上面，从而实现无限的续杯。这是我想跟小伙伴们谈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谷歌云是 VPS 选择的首选。那当然谷歌云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如果说没有免费计划的话，谷歌云到今天为止它的所有的流量计费我认为是最贵的。然后呢，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谷歌云对于你 VPS 的行为监控和比如说你的 CPU 的监控，你的网络行为监控等等等等，应该说是最复杂也是最细的。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好几个账号其实我们并没有去从事挖矿的这种行为，但是因为我们有大的这个其他的计算方面的需要，使得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使得我们的 VPS 它有高并发，有这个 CPU 占用率长时间特别高的这种现象出现，致使我们的那个谷歌云的那个账号就被封了。这个后面我们即便申诉，当然你讲清楚你的理由，并且公开你的这个代码以后，它是会接受你的申诉，并且解禁你的这个账号的。这是我讲的，我们在使用或者是申请谷歌云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地方。原理上面优点和缺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介绍。那第三个开始，我们正式开始来讲我们如何去注册谷歌云。注册谷歌云，你可能需要第一个，你需要有一张全币种的信用卡，全币种国际信用卡。这个地方我们搜索一下，比如讲招行的，中行的也有，
然后就中国银行也有，然后邮政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等等，每个银行都有它的全币种国际支付的信用卡，这个跟我们国内经常申请的还不太一样。我们国内的银联的或者是Visa 的，可能只能在国内支付，我们需要去申请的是全币种的国际信用卡，这个才能够去做支付的。而我自己经常用的呢是招商银行的，因为招商银行这个免年费，然后呢整个汇率结算来说，效率啊各方面也用了好几年，基本上都很稳定。所以如果大家那个需要抄作业或者是说干嘛的，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去申请一张这种招商银行的这种全币种的这种黑色的这种国际支付的信用卡带有 Visa 标志的，就这种就可以了。这个只要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了，这个上面有网址，大家可以自己自行申请。那当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信用卡以后，然后我们还缺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干净的梯子。那这个干净的梯子是说你自己去给你自己，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访问，我们打开这个 Hoover.net 这样的一个网站，那当你这个域名或者是你这个 IP 在这个网站当中检测的时候因为我是设置的比较好的，你如果说你能做到90%以上，基本上代表说你的梯子的 IP 是比较纯净的，是可以去用来申请谷歌云的这是2个先决条件。那么第3个是说，申请谷歌云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有一个 Gmail 账号，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解码平台，这个解码平台大家就自行注册，我已经登录好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账户，稍后呢我会一步一步来介绍。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实操，我们从第1步开始，就是如何去注册我们的 Gmail 的账号。我们先敲入谷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Sign in， 就是登录。然后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账户的，所以我们要去创建一个 Create Account， 然后是个人使用 For my personal use。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随便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叫做John。然后 Stanley， 这个日期和这个就随便选了。今天是8月29号，好，我们选到1999，随便选都可以。那这个性别，然后你自己可以选择 female 是女性 ，male 是男性。第3个你是说我不愿意说，第4个是 custom， 你随便。那我们随便选一个性别。然后它会列举出来你可能可以用的这2个邮箱的账户，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自定义，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John Stanley 2024 0829。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设置一下我们的登录密码，然后再次输入一下确认密码。这个时候就回到了说你需不需要一个恢复的一个邮箱。当然如果说各位只是去注册$300的 VPS 的话，我认为说你就不需要也 OK。但是如果你将来需要长期去使用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去操作的，可以去自己去绑定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邮件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将来以便于将来自己去使用。好，
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再点击 Next。哎，我发现今天我很幸运，就是好像它并不需要我去做短信验证，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是直接过了的。好了，大家看到这个时候我的邮箱事实上已经注册了，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做第二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邮箱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第二步，我们去 cloud 点 google.com， 因为我们刚才在我们浏览器里面已经注册了一个叫做 John Stanley 的这样的一个 Gmail 账号，所以我们在再次登录谷歌系的这样的网站的时候，它会携带一些信息，然后甚至是它已经识别到了 OK John Stanley 这个邮箱已经登录了。然后我们为了去申请谷歌云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点击 Start Free， 所谓的免费计划。免费计划里面，首先你要选择国家，这个地方我通常的习惯是选择美国 United States， 然后选择完以后，我们点击 Agree and Continue。好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把你信用卡的地址和你的信用卡的号码以及你的就是 CVV 的一些信息写进来。那通常来说，我建议各位呢，可以去一个平台，我们去找一个美国身份的地址，搜索一下。然后这里会有一个美国身份生成器，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用这些地址信息，从而来注册你的谷歌云。因为我之前自己一直有一套我自己的这个地址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习惯是用我自己的一个地址信息，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那我们先再次，当找到这个地址信息以后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当我们找到这个地址信息以后，我们在这里首先点击这个加号，回到这个页面，这个 Payment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然后点击加号。这个地方呢，选择的是你的这个申请类型是组织呢，是机构，是公司呢，还是个人？那我们通常来说是选择个人。然后这个地方应该要选择你的这个信用卡跟你信用卡一样的名字。这个地方我会打码。然后你的地址这个地方我是长期使用的一个地址，那这个我也会打码，然后大家自行去找一个，然后把我的 city 填上，然后把选择 state 美国的哪个州我也选择好，然后它的邮编选择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击创建。当我们点击完创建以后，事实上这个个人的资料你已经填写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填写一下支付的方式，点击这个加号，我再示范一次，点击这个加号，然后我们点击增加信用卡或者借记卡片，点击这个加号，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输入我们的信用卡的账号。最后输入一下它的安全码。好，这个样子我们就填写完毕了。我们再次点击保存卡片，
当我们点击完保存卡片以后，我们开始点击 Start Free， 就是开始申请。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切顺利的话，你应该会谈到这样的一个窗口，就是你申请这个谷歌云，他会问你几个问题，你的组织是大的这个公司呢，还是小公司，还是初建公司？初创公司，我通常会选择一个初创公司。然后你购买这个谷歌云是用来干嘛的？通常我也是会选择第一个，就是学习或者是探索。然后这个地方你随便选择你有感兴趣的几个方向，比如说建站呀，或者移动 APP， 或者数据分析呀等等，然后再选择下一步。最后这个地方是说你在这个项目当中你的角色是什么，这个也可以随便选。我通常也是选择一个工程师或者开发者。当上面都完成以后，就点击 Done。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了你整个的这个谷歌云的账号已经申请好了，并且它已经给了你$300。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点击这个3条杠，然后再点击这个账单 Billing。好了，在这个界面的时候，是它显示你整个账单的一个信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你已经有了$300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这$300的有效使用天数是91天。好了，然后如果通常来说我们要去做其他一些管理，第一步我建议大家，因为未来你申请很多这种谷歌云的时候，你会存在很多的这种账号，所以为了区别起见，你把现在的这个叫做 My Billing Account 在这个地方 My Billing Account 这样的一个名字改掉，因为你所有的初始账号都是这个名字。那我们今天先把它先更名一下，就把今天的日期写上。代表是说这是这张卡或者是这个谷歌云账号，它的支付账号是8月29号申请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拥有了$300的甲谷歌云90天的这样的一个试用的一个账号了。那我们做的第一步，这里再讲一下，做的第一步是我们去做一下这个 VPS 的开立，点击，我们再来一次，点击 Computer Engine， 也就是说计算引擎，然后再选择这个 VM， 所谓的虚拟实例。稍微等一下。好像网络有点问题，我们刷新一下吧。好了，我们点击了这个虚拟实例以后，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首先把这个计算引擎的 API 给激活。我们点击一下 Enable。这里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在等待的时候，我再跟一些小伙伴们讲，就是以今天中国大陆地区来申请这个谷歌云的VPS 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最好的是在香港，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尝试一下。PIN 值的话基本上都很低，基本上也就是在30毫秒以内。那还有在台湾，之前台湾会比较慢，现在台湾也比较快，大概60毫秒到70毫秒之间。还有韩国还有日本都比较快，这4个地区吧都比较快。所以稍后大家如果
正式拿到这个账号的时候，谷歌云的账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做尝试，甚至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我先申请谷歌云以后，然后我自己去某一个地区，因为它地区选择特别多。好了，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就实操一下给大家看啊。等它把我们的账号和这个 API 创建好以后，然后我们可以实操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是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谷歌云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系统啊，包括它对网络的一些策略的管理，这个稍后我们甚至都可以拍很多集。如果大家在使用谷歌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解决。我算用谷歌云用的时间很长了，起码都有10年了，所以我对它整个体系，包括我们原来公司用的这个更好的服务器，大批量的去采购他们的这个服务，我们都体验过。哦，再等一等，再刷新一下，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了。好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账号和 API 都已经帮我们建好了，我们现在随便去创建一个实例啊。这个名字你可以，首先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取，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申请一个 Hong Kong 的 VPS， 然后我们在这个 region 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要选择亚洲。我们要看到亚洲，我们看到这就是亚洲，台湾、香港，我们选择香港。然后区域的话随便吧 ，any。然后因为我们只是去搭建歇斯底里亚这种协议，或者以后你要建站那是另外一码事啊。我们只是搭歇斯底里亚的话，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好的服务器。那我们找一个更小一点的，比如讲。我们找个1核1G 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价钱啊，这个价钱是$9.66，这还不包括你的带宽。当然，待会我们可以重新设置一下，让它的价钱再稍微低一点点。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的是1核1 G 的内存，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硬盘点击到这个硬盘的设置，然后我们选择 CentOS 或者是乌邦图，我习惯用乌邦图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硬盘，我们由这个平衡型的持久型的硬盘选择成标准的持久型的硬盘，然后点击选择。刚才我们是9块1毛多，现在是9.05。大概就可以少这么一点点。好，然后如果你要建站的话，你就把允许这个 HTTP 流量和 HTTPS 的流量打开。如果你需要去做负载均衡或者是健康检查的话，你再把这个勾上。好了，其他的我想应该我们再检查一次，应该就不需要了。然后我们点击 Create，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第一次在创建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其他的小伙伴们经常喜欢用美国的梯子来做自己歇斯底里的这样的搭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思路。梯子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翻墙。那翻过墙以后，至于墙后面、墙外面我们想干嘛，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因为那个决定于你的动态代理、你的静态代理等等的其他因素。如果仅仅是用来做梯子的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说我们这个服务器，就是不管是你家还是你的电脑，
和你的这个梯子的服务器，它的pin值越低越好，然后它的带宽越宽越好，然后它的稳定性越稳定越好，就是这样的。好了，现在这个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眼啊，这是 CentOS 哦，不是吴邦图的系统。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香港的时候，它的内网地址是10.170.0.2，而它的外网是34.96.133.15。那我们先 copy 一下这个，我们拼一下这个值。大家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34毫秒、32毫秒，因为现在的时间是11点半，11点35，所以我这边是11点35，所以它的这个反应速度，因为算是高峰期吧，这个pin值算是最高的。那大家以后你可以去继续尝试香港啊，澳门没有，香港、台湾，然后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就知道了。澳门再看一看，有兴趣的小伙伴们，离我们中国大陆比较友好的香港、东京、大阪、首尔、台湾，这前面的这5个地区都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新加坡也可以，新加坡当然收费贵一点，大家也可以比对一下这个细节的这个价钱。你看现在的话，这是在美国中部，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台湾的价钱，台湾我印象里面会比香港便宜一点，同样的价钱，你看台湾这台机器是标准型的两核4G$29一个月。那我们看看香港应该35了，就贵了，因为香港最快嘛。东京稍微应该也是30多，对，32。那我看看 Osaka 大阪是32，首尔也是32，看看新加坡这个31，我觉得比较友好一点的，要么你追求速度的话，你就直接选香港，要不就选台湾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整个实操就是这样，因为后续之前我有讲过这个梯子的原理，大家在网上随便找一找这个搭建梯子的方式就好了，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是讲原理和讲怎么去选择 VPS， 这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记得点赞、评论。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请记得关注本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见，拜拜。